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具体在哪里？他第一次北伐为何不听魏延的建议，从子午道出兵关中，而是从祁山道攻打陇西？他为何任用马谡为先锋？马谡丢失街亭之后，第一次北伐为何就宣告失败了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及挥泪斩马谡。从汉中翻越秦岭，自古有5条路线可走，分别是陈仓道和包斜道、倘洛道和子午道以及祁山道。此时镇守长安的是夏侯惇的儿子夏侯茂，同时他也是曹操女儿清河公主的丈夫。他没有用兵谋略，只喜欢经营家业，而且养了很多的姬妾，使清河公主大为恼怒。于是汉中太守魏延就给诸葛亮献计说，曹魏在关中的守将是夏侯茂，其人怯懦无谋，让我率领5000精兵沿着秦岭东进，然后从子午道出兵，就像当年韩信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样，奇袭关中。同时他建议诸葛亮亲率大军前往潼关，到时候潼关以西便都是蜀汉的地盘了。可诸葛亮认为如此进军太过凶险，于是就没有采纳魏延的计策。228年春，他事先扬言要从包斜道出关，夺取眉县，并让赵云和邓芝率领疑兵前往包斜道占据箕谷，即今天汉中市北、宝鸡市东南65里处。他们的任务是佯装攻打关中，吸引曹魏的主力。果然，曹睿派遣曹真率领重兵前往眉县阻击赵云。然而诸葛亮真正的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通过祁山道前往陇西。祁山位于今天甘肃省礼县东部，西起平泉大宝子山，东至盐官镇，全长25公里。诸葛亮的大军到达陇西后，天水郡和南安郡以及安定郡的太守毫无防备，惊慌之下只能弃城向东逃窜。天水的守将姜维和梁旭、尹赏和上官雍等人投降了诸葛亮，雍州刺史郭淮则退往上邽固守待援，广卫郡和陇西郡拒不投降。消息传到洛阳，大臣们非常惊慌，不知如何应对。曹睿却自信地说道，诸葛亮如果固守蜀地，确实不容易进攻，可现在他竟然主动前来，打败他便是毋庸置疑的了。随后曹睿亲自前往长安镇守指挥，命令张合率领5万步骑兵前往陇西抵抗蜀军，凉州刺史徐邈则派遣参军与金城太守一起率军反攻南安郡。诸葛亮知道张合是魏国的名将，他此次前来必定会夺取汉军的咽喉之地街亭，即今天的甘肃省齐安县陇城镇。从关中前往陇西必须得越过陇山，而穿越陇山最重要的道路有2条，一条是陇关道，沿着渭水北侧到达凤翔，从凤翔沿着千水到达陇县，然后穿过固关到达老爷岭，下山之后直通宫门，从街亭到达上邽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，陇关道逐渐成为关中穿越陇山的主要通道，此路线不仅成熟，也适合重兵通行。另一条是陈仓峡道，是从今天的宝鸡市沿着渭河西行，经过峡石和车辙，到达香泉和赤沙，从三岔城到达上邽。此路为水陆并用，但由于水道狭窄，两岸山崖险峻，不适合大军行进。而此次张合率领5万大军前来，必定不会走陈仓峡道，而是走陇关道，而街亭便是陇关道上的重要关隘。因此只要蜀军守住街亭，不让张合的大军进入陇西，用不了多久，陇西各郡便可平定，从此陇西便成为进攻关中的重要据点。可见守住街亭对于蜀军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应该派谁前去迎战张合呢？当时军中最有经验的老将莫属魏延和吴懿。魏延，益阳人，即今天南阳市桐柏县人，由于屡立战功，被封为衙门将军。219年，刘备在阳平关打败曹操，自称汉中王，随后他便准备返回成都，而汉中则需要留下重要的将领镇守。诸将都推举张飞，张飞自己也觉得非己莫属，然而刘备却提拔了魏延为汉中太守，镇守汉中。吴懿，字子远，兖州陈留人，即今天河南开封人。因为他的父亲与刘璋的父亲交好，于是就让刘璋的三哥刘茂迎娶了吴懿的妹妹吴氏。刘茂去世后，吴氏便成为了寡妇。刘备平定益州之后，纳吴氏为夫人。刘禅继位后，尊奉吴氏为皇太后。
诸将都提议应该让魏延或者吴懿率军前去迎战张合。然而诸葛亮却力排众议，决定任命马谡为先锋，率军前往。马谡字幼长，襄阳宜城人，即今天湖北省宜城市人，是世中马良的弟弟。他的才气和气量都超过常人，喜欢议论军事谋略，诸葛亮对他十分的器重。刘备在临终之前曾告诫诸葛亮说，马谡的话往往言过其实，没有实际的办事能力，你要对他多加考察。可诸葛亮并不认同，依然重用马谡，并经常和他彻夜探讨军事谋略，对他非常的信任，因此便任命他为此战的先锋将军。同时任命王平为马谡的副将，协助马谡镇守街亭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诸葛亮让高翔率领一支军队屯驻在街亭以左的列柳城，让魏延率领一支军队屯驻在街亭之右的山谷之中，共同接应马谡。不出诸葛亮所料，张合果然率领着大军从陇关道前来，并与马谡的大军在街亭相遇。其实马谡此次的任务不需要打败张合，只要将张合的大军阻挡在陇山即可。然而马谡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，他没有执行诸葛亮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，而是擅自率领军队驻扎在南山之上。副将王平多次劝谏，可马谡执意不听，坚持让大军屯驻于孤山之上，而且没有派兵下山去占据城池。张合见状，立即率军包围南山，并且派人切断了蜀军的水源。蜀军由于缺水，没过多久便开始内乱，而且大军的士气低落，毫无斗志。张合见状，立即下令发起攻击，蜀军大败。马谡知道回天乏术，没有组织大军抵抗，而是舍弃大军，独自逃回了诸葛亮的军营。汉军群龙无首，只能四散奔逃。幸亏王平临危不乱，率领着1000余人集合分散的军队，并且鸣鼓自守。张合担心蜀军设有伏兵，便不再追击，王平才顺利地率领残兵退回了诸葛亮的大营。与此同时，身处列柳城的高翔正被郭淮攻击，街亭右翼的魏延则被张合堵截在山谷之中，前进不得。见街亭的主力撤退，高翔和魏延担心被魏军包围，也只好各自退兵。至此，街亭失守，魏军源源不断地进入陇西，陇西各郡便群起而攻之，之前的所有战果都灰飞烟灭了。诸葛亮无奈，只能将西县的1000余户百姓携带着一起撤回了汉中。蜀军占据陇西进攻长安的计划彻底失败。蜀军走后，张合便迅速地平定了天水郡、南安郡和安定郡。与此同时，赵云在包斜道也出兵不利，被曹真打败。赵云及时聚拢大军，并且亲自断后阻止曹军，才顺利地将大军带回了汉中，而且军资和人员的伤亡都很小。这时曹真觉得蜀军此战虽然失败，包斜道也被赵云烧毁，但蜀军一定还会北伐，而且下次出关一定会走陈仓道。于是他便派遣郝昭和王生等将领，率领1000余人屯兵于陈仓，重修陈仓城，以迎战蜀军。至此，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。回到汉中之后，他立即下令将临阵逃脱、丢弃士兵于不顾的马谡逮捕入狱，准备择日行刑。马谡被杀之时，蜀军10万将士为之哭泣，诸葛亮也亲自到场祭奠，对待马谡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。随后眼含热泪，下令处斩了马谡。同时，马谡的部将张修和李胜也被斩杀，黄喜等人则被夺取了兵权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，由于没有劝阻马谡，被处以坤刑，即剃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。王平因为劝谏马谡而被提拔，赵云则被贬为镇军将军，但对于他顺利率军返回的壮举，被诸葛亮大加赞赏。之后，诸葛亮给刘禅上书，请求自贬3等，刘禅接纳了他的请求，将他降为右将军，但仍然行使丞相的权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马谡失街亭，导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失败。那么，为何在同年的冬天，诸葛亮就发动了第2次北伐？这次北伐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失败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2次北伐及石亭之战。228年，孙权得知诸葛亮与魏军正在陇西大战，便与鄱阳太守周防秘密商议，
他让周防假装向曹休投降，吸引曹休的主力前来，趁机将其打败。曹休此时官拜大司马，是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，兼领扬州牧，率军驻扎在寿春。周防派遣亲信给曹休送去了投降书，并且说自己受到了孙权的责难，担心被杀，因此请求将鄱阳郡献给曹魏，向曹休投降，希望他能率军前来接应。为了能让曹休相信，孙权一连派遣了好几拨尚书郎前往鄱阳郡，假装调查周防。周防在郡府门口剪下头发，假装谢罪。曹休得知后大喜，相信了周防投诚的真实性，于是便准备亲自率军前去接应。琅琊太守孙礼连忙劝阻，让他切不可孤军深入。可曹休立功心切，不肯听从，亲自率领10万步骑兵从寿春出发，前往宛城接应周防。宛城即今天的安徽省潜山县。曹休出发后，曹睿立即派遣2路大军，同时向东吴挺进。一路由司马懿率领，从宛城出发，进兵攻打江陵；一路由贾逵率领，从西阳即今天的河南省光山县出发，攻打东关。东关位于今天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的如须山上。这时，尚书蒋济给曹睿建议说，曹休孤军深入，前往吴地，一旦驻守上游的朱然从背后偷袭，吴军再趁机切断曹休的退路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应该立即派人前去救援曹休。曹睿这才反应了过来，连忙给司马懿下令，让他停止前进，并让贾逵放弃攻打东关，立即与曹休的大军会合。可此时得知曹休上当之后，孙权连忙赶往宛城，拜陆逊为大都督，并且亲自拿着马鞭为他开路。之后拜朱桓和全琮为左右都督，各率3万兵马前去迎战曹休。曹休此时也知道自己被周防给骗了，但是他耻于承认自己被骗的事实，而且仰仗着自己兵多将广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与吴军大战一番。当他率军走到石亭，即今天潜山县袁潭镇附近的时候，吴军的3路人马突然杀出，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立即大败。曹休连忙命令大军撤退，可吴军却在后面紧追不放，魏军被斩杀了1万多人，丢弃的军械车马更是数不胜数，而且前往嘉实的退路也被吴军给阻断了。至此，魏军东南有追兵，西北无退路，士兵们惶恐不安，纷纷叛逃，几乎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贾逵此时正在昼夜不停地赶来救援，奔袭了200多里之后，抓到了一名东吴的斥候，从他口中得知曹休的大军已经战败。贾逵的部下认为曹休已经战败，嘉实也被吴军阻断，因此建议贾逵不可深入犯险，应该等后面的援军到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贾逵却说，大司马此时危在旦夕，如果让吴军得知大司马没有接应的队伍，就会大胆的追击，所以我们应该急速前进，赶往嘉实。吴军要是知道大司马的援军赶到，必然就会退兵而去。如果我们坐等援军，吴军就会彻底将险路断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兵马再多，又有何用？于是他率领大军急速行军，赶到了嘉实。之后，他让士兵在山口要道竖起很多的旗帜，留下少量士兵不停的擂鼓，其余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从山口冲出来迎战吴军。吴军以为魏国的救援大军已到，便迅速地撤离战场。至此，魏军终于脱离了险境。贾逵将自己的军粮供应给曹休的大军，曹休便得以重新整顿队伍，退回了扬州。然而，战争结束之后，曹休对于贾逵的救援不仅不领情，还当场呵斥并埋怨贾逵救援不及时，才导致自己的失败，并且以大司马的身份敕令贾逵帮他捡回丢失的军资器械。贾逵也不惯着他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是为国家来担任豫州刺史的，不是为你大司马去捡兵器的。”说完，便独自引兵而去。随后，贾逵和曹休相互上表弹劾对方。曹睿虽然知道贾逵没有过错，但由于曹休是宗室重臣，只能偏向于他，判定双方都没有过错。同年，曹休和贾逵双双病逝。此时，驻守汉中的诸葛亮得知曹魏在石亭之战中大败，关中的主力则在张合的率领下前去支援司马懿了，导致关中空虚，正是北伐最好的时机。于是他便准备再次北伐。
可是年初刚刚北伐失败，年尾就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朝中的大臣们非常不解，纷纷提出非议。为此，诸葛亮再次给刘禅上表，说明了此次讨伐的决心，以及批驳大臣们非议的错误，这便是后出师表。228年12月，诸葛亮亲率数万大军，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。由于第一次北伐失败，武都郡和阴平郡的部分地区被魏军攻占，导致岐山道被阻断，包斜道的100余里栈道则被赵云撤退时给烧毁了。因此，此次北伐只能走陈仓道。然而，曹真早就料定了诸葛亮的行军路线，因此，当赵云在第一次北伐时退走后，他就让郝昭和王生等将领率领1000余人重修陈仓城，等待着蜀军的到来。果然，诸葛亮率领大军从陈仓道而来，越过大散关之后，他们便来到了陈仓城。陈仓城分为上城和下城，上城是齐文公时期修建的，韩信暗渡陈仓时进攻的就是上城，而下城则是郝昭刚刚修建完成，对付蜀军的。诸葛亮的大军到达后，发现陈仓城异常的坚固，而且早有准备，守城的将领还是享有威名的郝昭。于是诸葛亮便找来了郝昭的同乡靳祥，让他前去劝降郝昭。郝昭得知靳祥的来意后，便在城楼上喊话说：“魏国的法规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为人你也应该清楚，所以你还是别费口舌了，赶紧回去转告诸葛亮，让他率军前来攻城吧。”靳祥无奈，只能回来复命。可诸葛亮并不甘心，派靳祥再次前去劝降，并且让他告诉郝昭，双方的兵力悬殊实在太大，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可郝昭的态度依然坚定，还是不肯投降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下令攻城了。诸葛亮觉得他属下有数万大军，而郝昭只有1000多人守城，何况魏国的援军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，因此攻下陈仓城便是易如反掌。于是蜀军数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准备攻城。他们架起云梯准备登城，结果云梯却被魏军给烧毁了。蜀军用冲车撞击城门，结果郝昭命人用绳子绑上石磨，砸毁了冲车。诸葛亮制作了100尺高的井字形木栏，让士兵们登上木栏向城里放箭，结果郝昭却在城内筑起了一道城墙。诸葛亮派人用土块填满护城的壕沟，然后向城里挖地道，准备从地道进入城内，可郝昭却在城内横向挖掘地道，进行拦截。就这样，诸葛亮的数万大军昼夜不停地攻击了20多天，陈仓城竟然纹丝不动，这让诸葛亮非常的焦急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洛阳的曹睿也非常的惊慌。曹休的10万大军刚刚战败，司马懿和贾逵等人远在荆州和扬州，关中的主力则跟随张合前往了荆州。此时想将大军调回长安肯定是来不及了，负责镇守关中的曹真只能防守长安的险要之处，不能亲自前往，只能派遣费耀等将领率领少量兵力前去支援陈仓。无奈之下，曹睿连忙让张合独自赶回，让他率领洛阳城里的3万禁军以及部分武卫军和虎贲军前去迎战诸葛亮。临行前，曹睿担心地询问张合说：“等你率军到达的时候，诸葛亮是不是已经攻下了陈仓城？”可张合却说：“我估计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恐怕诸葛亮已经都率军撤走了。”正如张合所料，蜀军20多天竟然攻不下陈仓城，大军的粮草马上就要耗尽了。得知魏军的援军正在赶来，诸葛亮明白继续进攻下去已经完全没有胜算了。于是还没等张合的大军到达，诸葛亮便下令撤军了。魏军的将领王双见蜀军撤退，连忙率领骑兵追击，结果却被蜀军击败后斩杀，魏军便不再追击。之后诸葛亮顺利地率领大军退回了汉中。至此，诸葛亮的第2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诸葛亮的前2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，那么第3次北伐是如何取胜的？此战的战果如何？曹睿派遣3路大军攻伐汉中，最后为何会半途而废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3次北伐及曹真出兵汉中。228年春，诸葛亮第1次北伐失败，导致武都郡和阴平郡被魏军攻占。同年冬天，他发动了第2次北伐，
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。大军回到汉中之后，他便发动了第3次北伐。229年春，他任命陈氏为将，率领大军前去夺回武都郡和阴平郡。于是陈氏便率军来到了武都城，命令大军开始攻城。由于曹魏的守军兵力薄弱，抵挡不住陈氏的进攻，急忙请求支援。雍州刺史郭淮急忙率军前来救援。诸葛亮得知后，亲自率领主力前往，将大军驻扎在建威，以牵制郭淮。建威即今天甘肃省武都区东北的龙坝乡。魏军见诸葛亮的主力到达，自知不是敌手，便立即弃城而逃。至此，武都郡和阴平郡便重新回到了蜀汉的版图。魏军撤走之后，诸葛亮并没有贸然进军北伐，而是留下部队巩固防线，安抚周边氐人和羌人的部落，确保两郡的稳定。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汉中。刘禅得知后，立即恢复了诸葛亮丞相的职位。同年冬天，诸葛亮将大营移到了南山的土原之上，并且修建了汉城和越城，以加强对汉中的防守。汉城位于定军山以东的袁山和木营附近，越城则位于淌洛道的出口，今天成固县以北的小河口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曹魏此时的动态。曹休病逝之后，大司马之职便由曹真继任。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曹真当上大司马之后，便立即给曹睿上表说，蜀汉的诸葛亮多次侵犯边境，我们都是被动防御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攻打汉中。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同意让他从包斜道进兵，前去攻打汉中。然而，身为司空的陈群却极力反对。陈群字长文，颍川郡许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刘备当上豫州刺史的时候，任命陈群为别驾。别驾是统管州府事务的官职，由于官职较高，出巡时不和刺史同车，而是另外乘坐车辆，因此被称为别驾。刘备被吕布打败之后，陈群无处可去，只能避难于徐州。之后，他被曹操征召为司空西曹院属，从此便成为了曹操的属下。曹丕临终之时，他与曹真和司马懿等人被钦定为辅政大臣，之后升任为司空，成为了3公之一。他认为攻打汉中最为困难的便是运送军粮。当年曹操攻打汉中的张鲁，担心粮草不足，便让大军携带了很多的豆麦，以增添军粮。可最后还是因为军粮不济，差点就退兵而回了。何况包斜道异常险阻，转运粮草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蜀军的劫掠。如果不留重兵把守，粮草容易被抢；如果留下重兵把守，则劳损战士。这些因素不可不加考虑啊。曹睿听后便有些犹豫，立即驳回了曹真从包斜道出兵的计划。可曹真并不死心，既然包斜道不可走，那他就走子午道。于是他再次给曹睿上表，请求从子午道出兵汉中。曹睿拿不定主意，让人找来陈群商议。陈群则陈述了不能从子午道出兵的理由，而且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征战，花费必然是巨大的，所以不建议出兵汉中。于是曹睿就将陈群的意见让人送给曹真观看，让他作为参考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曹真拿到曹睿的诏书之后，立即下令出兵。属下的将领不解，他便解释说，皇帝只是让我参考陈群的意见，可并没有拒绝让我出兵啊。于是曹真便率领大军准备从子午道进攻汉中。曹睿得知曹真出兵后，并没有阻拦，而是亲自前往许都坐镇指挥。他让司马懿从荆州出发，沿着汉水西进，从西城郡进攻汉中，同时让张合率军从包斜道进兵。3路大军在汉中会师，共同攻打诸葛亮。诸葛亮得知魏军的3路大军已经出发，连忙下令加强城固和赤坂等地的防守。城固即今天陕西省的城固县，赤坂即今天陕西省阳县以东20里的龙亭山。随后，他让李严从江州出发，率领2万人马赶赴汉中，共同阻击敌人。由于子午道的道路险阻，行军异常缓慢，于是曹真便任命夏侯霸为先锋，率军先行。夏侯霸率领先锋部队轻装简行，来到了兴市围，然后他便在曲折的山谷之中安营扎寨。
兴市为位于今天陕西省洋县东北的兴市山及今天的汉王山。结果他们的行踪被汉中的百姓发现后，告诉给了蜀军。诸葛亮立即命令大军前去攻打夏侯霸不敌，幸好魏国的援军及时赶到，夏侯霸才得以解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而且大雨连绵不绝，竟然下了30多天不停。在大雨的冲刷下，本来就异常难走的栈道还被雨水给冲断了，导致曹真的主力大军行进了1个多月，还没走出一半的路程。这时，朝中的大臣们不停地给曹睿上表，劝他撤兵。首先是华歆，他给曹睿上表说，为国者应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，因此应该注重农业生产，安定百姓。如果魏国的百姓没有饥寒的忧患，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，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，东吴和蜀地的百姓也会归附。杨阜则告诉曹睿说，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了大雨，导致将士们被阻隔在崇山峻岭之中，现在转运粮草非常的艰难，费用也非常巨大，如果不能提供后继，一定是事与愿违，这可不是用兵之道啊。随后王肃也来劝谏曹睿罢兵。王肃是司徒王朗的儿子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王朗是被诸葛亮活活给骂死的，但在正史之中，王朗压根就没有随军出征，而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当年寿终正寝，病逝于许都。9月，曹睿听取了众臣的建议，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，曹真等人只能罢兵而回。第2年，曹真病逝于洛阳。诸葛亮得知曹魏撤兵之后，立即派遣魏延和吴懿率军前往南安郡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大军到达阳西的时候，遇到了曹魏的后将军费耀以及雍州刺史郭淮。阳西即今天甘肃省武山县西南。随后两军便在这里展开激战，结果费耀和郭淮不敌，大败而归，这为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扫清了障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